绳子都给人往上端呢。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老板娘是吧？玉玲珑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给你换盘熟的。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，至少得赔钱吧？嘿嘿嘿，不赔钱也行，至少你得陪我喝一杯吧？啊？可以。你敢去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醇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。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衙门告你去吧！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这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我们来壶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啊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功名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。你听说我跟桑14郎的事儿了吗？英名远播，既享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名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借你？你就先借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14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啊？哎呀，承让啊！楚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洗边洗丝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来。
赌大小，不限轮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对方桌上的钱赢光为止。依你。7万贯。8万。金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，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。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纵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晦气。歇会儿。国舅爷，我都认输了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爷还没玩够呢。来，再战300回合。兔崽子！这个兔崽子！老子刚回来，你就跟我惹事！你还抢夺民女，趁日赌钱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。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对，什么生意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快给我阿爷说什么声音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，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，这可是14郎点名了要先送给您的。送给我？啊，是阿爷，阿爷，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这10万便是万10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14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，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。国舅爷是我们的名誉会长，我们在这儿玩叶子牌，也真的不是为了赌博，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名声打出去。你当真
是得干正事儿。是啊，阿爷，这回您真误会我了。桑长史，您真误会我们会长了。啊，会长为了我们殚精竭虑哦。误会了。有点意思。别欺负人，也别让人给欺负了。阿爷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诸位客官，若是喜欢我们冉思会做的这个叶子牌荷包，现在便可以下订单，前50人半价。桑长史身上那款工艺复杂，可能现在没有这么多，只有30只，先到先得。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想要的话到我这儿来签单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在利用爷呀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卖荷包的，谁知道你会来，更没料到你阿爷会来呀。那你过几日你可以跟你阿爷说，你不想做这个名誉会长，那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不行，这官儿爷当上了还能还给你怎样？可是做我们的名誉会长是要帮我们做事的。爷不能做事吗？那试试吧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？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。来。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。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我与你赌。季娘子，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，一人3张，一起赌，这样快些。行。季娘子，请吧。哇！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，怎么比得过人2万块？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这件事情能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你们。我们。哎，听说没有？那不对呀，益州点6只。来了个新的叶子牌主王，百战百胜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打遍益州无敌手的国舅爷。我看跟他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那肯定的呀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到去见他。桑长史，国舅爷非逼着人跟他赌钱，不尽兴就不能离席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呀！我去看看。做叶子牌荷包啊，我婉婉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熬了好几天才赶出来的。哦，用桑十四最喜欢的叶子牌，把他骗过来与你赌钱，再把桑长史引过来棍棒教子，让桑十四不得不被咱们按到头当了那个会长，环环相扣啊！厉害呀，高明。只有一点不明白，你真的是赌神吗？拔锁子。
嚯，嘿，5万贯，7文钱。哇！其实他们每张牌经过手汗、酒气、茶渍的磨损，在颜色上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就是靠变色记住牌的。行吧。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？那自然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喽。这个月只是灯油钱就这么多啊，这可不行。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钱还上，这样英英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咻！吓死我了！又想偷溜出去？你真要见那上回啊？阿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次桑十四的事是我闯祸在先，但是是危机也是机会啊。我如何不晓得这次得罪了花掌柜，日后他必会报复？但即便我们不惹他，他就不算计我们了吗？都说花家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我不晓得他们背后的人是谁，我也不晓得他们有何图谋。但是做生意就像赌叶子牌，你若猜不到对方的底牌是什么，那只能让自己的底牌变得更强。所以，阿兄，求求了。谢谢阿兄。这几日你多囤一些染料和丝线，除了花家以外的订单，哪怕赚的少一些、量少一些，也尽量接下来。又要干什么呀？以防万一而已。我跟陈三郎他们已经说了，但是平儿家里最近怕是不愿意让我跟他来往，劳烦阿兄跑一趟。囤染料倒无妨，可花掌柜霸占着浣花溪，本就无处染丝。阿兄信我，很快咱们就有地方洗丝了。季英英，阿娘。哎，岂有此理！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染丝会洗丝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的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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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人他们过来了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总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敢骂国舅爷？走，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国舅爷。
他们在西边都要闹事儿，都给我住手！你给人看看坏没坏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教授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哦，他骂你是坨屎！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闭嘴！阿姨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！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！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盛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谁把国舅爷引到西边纵马的？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莺莺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后，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吧？浣花溪辣娘子，本官就是看在你还有几分担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这事儿是因为在浣花溪抢地盘引起的，牵扯蜀锦便格外敏感。可若这浣花溪本就属于大家，不允占地，那14郎君只不过就是去西边玩，打了个架罢了。你是说，只求长史能立新规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占地洗丝。你觉得我立了，他们便会听吗？哪家在西边染丝占地的大户背后没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态度，他们不听是他们藐视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后也有人了，他们至少可以不再敢赶你，对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啊？怎么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。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，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
画中无朋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9天之姿。画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！我们将这画织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丝搭配树木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树木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调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吧。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丢了花家的脸。可我原本就想借那个顽固的手教训一下季家，可没想到最后被季茵茵得了便宜。过来。坐下。夫人，我知道这回我大意了，所以大家打输了。下回我一定给他们好看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自己动手。就你这身板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轻点，夫人。夫人，别生气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一会儿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夫人是要去见主人吗？现在还用不着主人自己出手，随便弄出些动静来，让桑长史冷静冷静。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借过。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常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
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内支紧，不怎么去过前门。不过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宁此刻应该是出去采买。哦，太好了。阿兄，给这杨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欢喝咱们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。杨某此番前来，并非是要讨水喝，而是为了拜访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杨某记得季伯父当年斗锦夺魁，以一幅蜀红锦博得满场喝彩，我也被其风姿折服。数年过去，辗转反侧，仍是难以忘怀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杨三郎君不只是为了来叙旧的吧？季兄跟着季伯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几分真传吧。不怕杨三郎君见笑，季某与冉丝一道天分平平，不如我们家英英。家里的丝大都是英英染的。这染好的丝，就都晾在这儿了。还有一些晾在前院。阿兄，你还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杨某是头一回到锦户来拜访，季娘子不妨带我到处转转，也好好好欣赏一番。我家世简陋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家世虽简，但也别有一番趣味。倒水。夫人光临寒舍，实乃我季家的荣幸。小女和赵二郎君自幼相识。咱们蜀地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，杨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，请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啊。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。我也不过是提醒，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
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，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田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英英，季英英，季英英，你别跑！啊！哎，你快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呀，来的都挺早啊！哎，桑长史真的答应张贴告示禁止抢占地盘了吗？哼，那还不是爷的功劳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要贴早该贴了。你阿爷不会跟你一样靠不住吧？我阿爷，那是堂堂长史，堂堂国丈，还靠不住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爷靠不住？告诉你。跟名誉会长说话，客气点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就给你行一个大礼。哎，阿爷，哎，长史，你快把告示贴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你在这添什么乱啊？你给我回去！桑长史，如今浣花西边纷乱不止，您可有决断？这个事现在不归我管了。啊，不归您管了。说来也巧了，我只是暂代警官一职，新警官的调令早就送来了，可都1个多月了，他迟不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们都知道，上一任沈警官来了没2年，突然就病死，上任张警官坠马死了，这再上任桑长史。我们这些小私户全靠这营生糊口，事关重大，那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是归谁管辖呢？对呀，阿姨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，闭嘴！昨天呢，是新警官上任限期的最后一天，都以为他不来了，可谁想到，快散班的时候，新警官带着告身来上任了，我自然就退任。从此以后，长史是长史，警官是警官。这事务啊，你们得找他。早不上任，晚不上任，偏偏昨个上任。对呀，也不知这新警官为人如何。你们见了就知道。啊，什么新警官？谁？我看看谁啊！我看看谁！给我弄走！开门！出来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闭嘴！哎呀，走！放心，我有办法啊！哎，行了。桑长史。您态度骤变，怕不只是因为新警官吧？这是军中的戒律，咱们这是得罪何人了？今夜水深，季娘子量力而行。英英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听你的。
为了避免被花掌柜赶尽杀绝，都想了法子接了别家的订单。这要是洗不了丝，按时交不了货，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张警官，小的虽然跟王家是姻亲，但是王家真的没有偷税呀！不信你看账簿便知。我说，李家之所以能到浣花溪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因为他们家家大业大，一理不仁。哎呦！锦绣阁的王掌柜每逢初一就跑到对面铺子偷偷放屁。赵家老太爷为了得娶我，8年不洗脚。真有啊！哎呦！门口的人不见。我认为从今日起啊，本警官谁也不见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出场，才最有力度。换一批吧。就那个大胡子。是。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别喊了，咱们都喊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给开？摆明了就是不想见我们嘛。你别太担心啊，既然都是一些大染户家的订单，他们肯定有心思的地方啊。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们用。花掌柜没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上，你们说谁最与我们对立？花掌柜。可是今日他一个仆从都没有来探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知道今日结果，甚至大概已经堵死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花掌柜有这么厉害？他能在浣花溪称霸10数年，靠的绝不只是泼辣蛮横。我从未小瞧过他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家出事了！诸位送走了几任警官了，这警官府的事务嘛，肯定比我熟练。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啊！小队忠于杨警官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我不需要你们效忠于我，但是我不让做的事，如果你们敢做了，我敢肯定，你们会比我先从这里消失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这个警官的身份，暂时不想与外人知道。是。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胆小，怕死，偏偏警官这个位置还拢死人。我想大家在位多年，定是知道前几任警官都做了些什么，还劳烦诸位把它都写下来，事无巨细，我也好引以为戒。杨警官，那这么多怎么写得完啊？要不上去写？不，小队不写，我不能写，我写。给我一张！我们家就这一台制机了，不能搬呀，不能搬呀！住手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季家小娘子？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0年之内偿还结清。如今时限未到，花掌柜就上门私掠财物，是何道理？10年之内结清，那是你与上一任债主的约定，不是与我。债务承接转让，既说不变，现约亦不得更改。就是现约，哪个律法规定不能更改？你出去问一问，哪一个你上任的债主愿意出来替你作证？我在这等着。
花掌柜既然这么说，怕是那些人早就被你说服了。就是。好，我们不提现约，说债务。我们未说不还，也并非没有还的能力。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。这是以往对西边抢地盘事件申诉的文书，这几本是几家大的染户每年上交来的账册，产量颇多，出丝的种类繁多。繁多有问题吗？昔日锦王季归南京城所制，多年来染成了曙红丝一色，后辈更是追之莫及。蜀锦业任何技艺的专精，都非一日之功。而现在几家大的染户，譬如花家，家中招牌丝线10余种。虽然说比不上蜀红，但也是不合常理了。这百家争鸣，怎么就争到他一家去了？还有，这花家长久以来是靠欺压吞并小户来扩张的。当年季家因为季归南获罪，欠债无数，而现在那张欠条便在花掌柜手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季家便是花掌柜想要吞并的下一户。这大概也就是季娘子着急反击的原因。如果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他一把的话，或许能跟季家更近一步。